欢迎跟懒羊羊一起种，花草蔬果皆是欢喜。最近总有当地的朋友问说，他的佛手瓜长得枝繁叶茂，怎么还不结瓜呢？简单答案就是还没到时候。如果你想知道原因，并了解我们现在还可以做什么能得到更好的收获，那就请接着往下看。先给大家看我这颗沿着围墙的佛手瓜，我自己还挺满意这样利用了空间的，后院真没地方给它们了。这已经是第4年，冬天拉秧，第2年春天再长出来，平时基本不管的。我认为是最皮实高产的瓜类，家家值得拥有一颗。这是根系圆头，向两边伸展，长度应该有20多米吧。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做一期怎么种的视频，种了4年，还是有些心得的。比较热的地方，比如我们加州，很多菜都比别的地方早收，而佛手瓜是少见的收获在后的蔬菜，所以就让人有点等不及了。你可能听到有人早至5、6月就收获了，一问原来在悉尼。现在这个季节7、8月，很多北方一些的地区也都已经有了，但对于我们，从现在算起，可能还得等待半个月左右。根本原因在于佛手瓜是短日照蔬菜。也许你会问，什么是短日照啊？别急，趁此机会，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学到的日照时长对植物开花会有什么影响的知识。如果你觉得这知识不重要，可以直接拉到5分30秒，了解开花结果茄的养护。首先，并不是我们想当然以为的日照越长，蔬菜就长得越好。不同蔬菜对光照时长的要求和反应是不同的。按照蔬菜生长发育，特别是开花对日照长度的要求，以12小时为界，分为短日照和长日照。还有一种中日照，并不在乎日照时长。这种区分实际上是对所有植物而言的。日照时长指的是从日出到日落的理论时数，并不是实际上有阳光的时数。所以呢，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阴雨天在同时期光照时间并没有差别。日照时长对植物最重要的影响，除了光合作用，就是对开花结果的影响。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光周期效应，讲的就是这一套理论。大家没兴趣的话，听说就好，不需要深究了。中日照蔬菜，比如我们菜园里夏季常种的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秋葵、玉米等等，开花结果与光照时间关系不大，而主要与自身吸收的营养有密切关系，或者可能和光照强度有很大关系。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光照强度和日照时长是不同的，大家不要混淆。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光照强度。对长日照蔬菜来说，光照是重要的，暗期则不重要。你甚至可以在黑暗期增加光照来促进开花。出乎我意料的是，这类蔬菜以十字花科的居多，像大白菜、甘蓝、菜花、胡萝卜、芹菜、菠菜、莴笋、大葱、大蒜等等。而对于短日照蔬菜来说，并不一定要求短的光照时间，但连续的黑暗期长短更重要。所以你如果中间加了光照，它就会很不喜欢。这一类呢，包括一些豆类以及红薯、茼蒿、苋菜等等，只有在日照长度12小时以下才会开花。对绿叶菜来说，这不见得不好，但对结果的蔬菜，不开花就意味着不会结果。这也是为什么佛手瓜整个夏季都只长叶子，白天变短以后才会开花结果，因为它是典型的短日照蔬菜。有趣的是，有些同一种蔬菜，也可能有的品种是短日照，有的是长日照。
比如洋葱，我第一次看到 short day 的洋葱，还以为是生长期短的意思。现在知道了，短日照的洋葱在我这里可以秋天种，春天收；长日照的呢，就适合春天种了。另外，蔬菜对光照长短的反应，可能只在特定阶段比较敏感，生长是否旺盛，还依赖于很多其他因素。日照时长只是一方面。我们知道了佛手瓜还不开花的原因，那就顺应天时好了。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就干等着。这个时期有几件事还是很关键的，如果做了，可以帮助提高产量，迎接盛果期。第一，就是要给佛手瓜补充养分，可以增加一些磷钾含量高的复合肥，或者如果你有草木灰，那也非常好。施肥后呢，一定记得浇透水。第二，还需要给它们瘦身一下，解掉老叶、黄叶、病叶，太茂盛的地方呢，也要把叶片都解掉了。因为这个季节如果通风不好，就很容易得白粉病。所以第三件事就是要给它好好的喷一次 Neem Oil 硬链油来预防病虫害。做好这些，加上正常浇水，我们就等着采摘佛手瓜吧。对了，开花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雌雄花吧。雄花都是一串一串的开，而雌花基本都是单独的。像我去年那对双胞胎还是很难见到的，而且还长大了。有些节点可以同时长出雌花和雄花，有些只有一种，都正常。佛手瓜呢，不需要人工授粉，每朵雌花的花期为4到5天。因为雄花很多，蜜蜂会愿意帮忙。如果你那里蜜蜂少，人工授粉当然也是可以的。我自己呢，就懒洋洋种植，也从不疏果，任由自然淘汰，照样丰收，属于老天赏饭吃的蔬菜。其实我的老佛手瓜半个多月前就开始开花并结小瓜蛋了，今年新种的到现在还没动静，但前期很多根本就挂不住，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原因之一是雌花比雄花早开1个星期左右，看这个这么大都要干了，应该是没有授粉或授粉不完全，当然也有顽强的，像这几个应该会挂住了。大家月底时回来看我的8月菜园，也许就可以看到有收获了。总之，如果你的佛手瓜还没结果，别着急，也许看完我的视频出去检查一下，很可能就有惊喜哦。谢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